为什么这个中国花了这么大力气，他们的晶片还是做不起来？我想先简单向我们观众朋友们报告一下，中共它的晶片研究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其实中共的晶片工程啊，历史算是蛮悠久的，不比台湾少多少年。他也曾经多次试图自己去研究那个光刻机的技术，还有相关的设备。那么恰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暴露出来共产党体制运作的失败，还有暴露出来他在最后没有办法就用技术窃密的手法。那中共是在1990年由中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机电部开始了一个叫做面向民用芯片的叫做908晶片工程。它是以江南无线电器材厂和中国电子部第24研究所合并成立一个无锡微电子联合公司，后来改名叫华晶电子。它以这家公司为基础呢，中共一共投资20个亿。这个时间点呢，比台积电创办只晚4年。那台积电是1986年由工研院主导成立的，当时是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签约获得了技术。那么工研院早先的半导体技术呢，主要来自70年代由中华民国经济部出资1000万美金，从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引进的技术。那么这方面正好恰恰我个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一舅舅抗战时代是加入了中华民国空军的，是担任这个中华民国空军到美国受训飞行员的翻译。那么后来他是2战以后他在美国念工科，毕业以后就在 RCA 工作。而且是 RCA 向台湾转移技术的时候，他就是负责经常到台湾去协助的，所以他跑台湾很多。那么同样是政府投资引进技术，加上企业的研发，中华民国政府对台积电所投资的这个资金的数量远远小于中共对晶片产业的投资。那结果呢，是台积电成为全球排名第1的晶圆大厂，中共则只能从台积电进口那些次高端的晶片。那刚才讲的是中共的第一个晶片工程908晶片工程。那么中共有一个体制，它自己叫做举国体制，就是全国的力量全投进去。这个908晶片工程从立项到投产历时7年之久，完全归于失败。它1997年投产的时候，已经落后于国际主流技术水平4、5代之差，投产的当年就亏损2.4亿元人民币。这就是举国体制的宿命。那么政府立项、政府投资、国营企业为政府研究，它的技术上是很难跟上国际水平的，结果是必然造成是低技术加高成本，它的国产晶片无法在市场上生存。结果呢，中共的商用晶片只能依赖进口，因为为此呢就要支付这个进口晶片在内的这个专利费用。那中共当然不甘心。然后2001年，中共的副总理李兰清再次推动了机体电路产业的发展。中共推出了一套对晶片产业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那么2002年的时候，把光刻机列入了863重大科技攻关计划。那中共的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牵头，由多家企业又共同组成另外一家公司，叫上海微电子。它是目标是研发100纳米步进扫描投影光刻机，结果仍然没有办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后呢，中共只好改用进口光刻机来制造晶片。然后2011年的时候，中共发布了国务院第4号文，名字是进一步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然后2014年6月，中共国务院又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专门设立一个叫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明确提出来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业链主要环节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重点是这个晶片制造。那么中共的国家基金准备的投资占晶片产业总投资的63%，主要投给了中国最大的中芯国际。那中芯国际呢，跟台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的创办人叫张汝京。我想台湾很多内行人都知道他是毕业于台大的，曾经在美国的半导体大企业德州仪器就
Texas Instrument， 在那家公司工作了20年。那么2004年是到上海接受中共的聘用，担任了中芯国际这个的 CEO。那么2009年他11月就离职了。那张汝京曾经自己在一个会议上谈到说，2000年建这个中芯公司的时候呢，当时美国的小布什政府对中共比较支持，所以就开放了一些限制，所以中芯国际从美国引进了0.18微米和0.13微米级别的技术设备和产品。那么克林顿任期内呢，对中国的芯片制作设备还有技术呢也减少了限制，所以中芯又从美国先后进口了90纳米、65纳米、45纳米和32纳米的芯片制造设备。那么这套32纳米的设备制造呢，可以延伸到28纳米。那么这一系列光刻机呢，就是中国大陆这个中芯公司到现在为止制造芯片的设备条件。现在中国的芯片制造业里头，最大的厂家是中芯，但是它在中国的芯片市场上只占1%，因为大部分中共需要的这个次高端晶片，他们只能是从台积电采购。那么中共发展晶片产业主要是为了军方扩军备战的，去为扩军备战提供这个技术支持。那么中芯公司现在正在试图制造这个14纳米的处理器和存储器这2类高端的通用芯片。那么这2类芯片的最重要用户仍然是中共军方。2014年中共再次提出来刚才前面讲到2030年这个集体电路的这个产业链的主要环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么他是想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实现弯道超车，它主要靠2条，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技术合作，购买这个光刻机这样的晶片制造设备，通过外国企业的后续技术服务维持进口设备的运转。这方面呢，中芯公司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另外一条路就是到国外呢高薪挖技术人才，指望他们带枪投靠，用这种方法盗窃外国晶片产业的尖端技术机密。那么在这一方面，有一家福建的中共创立的晋华公司，它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因为盗窃机密，这个公司就垮掉了。这2条路刚才讲的，一个是购买设备，一个是挖人才偷技术，这个2方面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这个晶片产业，就 IC 产业的成长模式。那么这里就要讲到福建这个晋华公司了，它是中共计划要建的3大晶片制造基地之一。它自己呢是自主研究设备是没有指望的，所以它是试图通过技术间谍的手段实现晶片的国产化，最后是惨败收场。我呢2018年11月29号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体制失灵和轨道失败，中美贸易战晶片板探秘。这里文章里头详细介绍了晋华案发的详细经过。那么在商用晶片当中这个动态储存器非常重要。那么2014年中共是投入了100亿美金，成立了3家存储器制造公司，其中刚才提到福建的这个晋华公司是负责生产通用型的存储芯片。那晋华公司本身是两手空空的，他主要想从台湾挖高科技主管来主持公司发展，然后下一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就是从美国的美光科技挖技术人才带枪投靠，然后让技术间谍呢从美光偷走了900多份技术机密和专利档案。那么美光公司呢发现技术机密被盗以后，2017年的台湾提起诉讼，桃园地检署受理立案，然后美国司法部是2018年呢这个又通过联邦大陪审团对福建的晋华公司，还有他在台湾的合作伙伴台湾的联华电子以及联华的3名员工，对这联华电子、福建晋华和3名员工，美国联邦大陪审团也提起诉讼，指控这2家公司涉嫌窃取美光公司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价值达88亿美金。那么所有的这些刚才提到的美国的被指控的这些被告呢，
是被美国指控为共谋经济间谍罪，然后美国宣布对晋华公司的技术和零部件实行出口禁令。当时是晋华已经从美国购买了一部分设备，已经到货了，正处在装机验机的阶段。结果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下达以后，美国的相关的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和软件供应商立刻停止了一切技术合作。那么晋华在台湾的合作者联华公司呢，接到了中华民国政府国贸局的禁令，也停止了与晋华公司的合作。我看台湾联合报的这个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中地院是在去年6月12号对美光起诉联华电子窃取商业机密的这个案件做了宣判，有3个为中共充当技术间谍的台湾工程师分别被判刑数年，每个人被判处罚金大概是数万美金。另外呢，联华电子被判处这个罚金1亿新台币。福建的中共那个晋华公司是以谍开路，然后就梦断中途，它进口的设备不能运转，企业陷入半死不活的状态。那么集成这个集体电路它的晶片分成高端通用晶片和专用晶片2大类。在专用晶片方面呢，中国只有少数企业能够追上世界水平，这主要是指民用的晶片。至于高端的通用晶片，中国与外国的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大，这就是中共半导体产业的重大短板。中共在高端的通用晶片方面对外依存度很高，每年进口要2000多亿美金的晶片当中，它进口的70%是处理器和存储器这2类高端通用晶片。我看到日本的日经亚洲是 Nikkei Asia， 它去年3月有一个调查，说有7家这个为中国的晶片制造公司这个制造设备的制造商，他们表示讲，他们来自中国的订单大部分都是在生产，将来是要生产14纳米到28纳米的机器。有些制造商甚至提供的是比这还要更老一代的晶片生产设备。那么中共是在这个今年的全球晶片危机当中大量下单购买晶片，主要是买次高端的芯片。他是生怕他军工企业的军备生产因为晶片库存不足而减产。这个我看到美国华府有一家智库叫做 Cato Institute， 这个他有一个高级研究员叫 Scott Lincicome， 他认为说中国的晶片生产水平仍然处在中游，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至少有5到10年的差距。他曾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是说，中国的晶片产业很难在高端领域赶上台积电或者三星或者 Intel 这3大巨头。然后呢，当然美国的制裁雪上加霜，制裁确实让中国的晶片产业很难获得生产5纳米甚至3纳米晶片所需要的顶级设备。那我听到的消息是，台积电已经在开始研发1纳米的这个晶片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中共是追不上。那么追不上，他一方面在抢货，一方面他也还在偷。